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久等了，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。在我手上的就是大家敲碗已久的三星最新的中阶机种 Galaxy A55。这支 Galaxy A55我们已经上手测了将近1个多月。不过我相信你们应该更想问的问题是，帮你，你们为什么 A55的评测又拖更啊？其实也没有。一来是这集节目我们依旧是测好测满，不管是相机拍起来表现如何，萤幕的亮度够不够亮，色域色准的表现如何，又或者是大家最关心的效能表现，日常使用效能够不够呢？把这些测完，再实际上手一阵子，本来就需要细细体验嘛。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在等一个好的时间点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原因是熟悉三星 A 系列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，入手 A 系列最划算的3种方式。第一，直接预购，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如果活动都参加到，其实蛮划算的。第二种，直接走电信商的方案，搭配上 NP 或是老客户优惠方案和补贴，其实中阶机还是最适合绑方案的机种。如果是旗舰的话，我就会建议大家精算再三啊。最后一种，当然就是等通讯行的天价啦。没错，我就是在等这个天价。现在 Galaxy A55在连锁通讯已经降到了1万出头，甚至256GB 只要再加个1500就有了，基本上这就已经是 A55的甜蜜点了。你再继续等个半年，应该也就是这个价格上下，不会相去太远。所以现在正是天价最开始的时候了。另外这个时间点 A55也就是比第一阶的 A35高500块而已，所以大概就是不用想，直上 A55更舒服啊。对了，如果你的预算有到15000上下，我其实更推荐你直接上去年的 Galaxy S23，现在全新也才16000出头，体验翻了不止1倍。重点是更新后还享有 Galaxy AI， 表现和价格都是非常漂亮的一只手机啊。好，扯远了，聊回来 A55， 重点是1万出头你能买到什么呢？我先讲2点就好。首先是外观，你能买到中阶价位带很少出现的玻璃背盖，还有今年最新换上的金属边框，质感真的不错。等一下再仔细来看。重点是还有 IP67 防尘防水，还有萤幕，虽然是粗边框，但萤幕的重点还是实际显示表现。惊喜的地方是，三星居然帮中阶也换上了一块顶级的萤幕，亮度表现很惊人，实测风蚀亮度达到1980尼特，将近2000尼特，你没看错啊，中阶居然也来到2000尼特的超高亮度了。萤幕表现真的还是要看三星。好啦，先到这里，剩下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详细来聊。总之，我知道在 A55上面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这次的 Galaxy A55所有面向的表现，包括大家关心的 Exynos 1480处理器效能测好测满，详细分析。究竟今年的 A55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如果你想问 Android 阵营最畅销的到底是哪一只手机，那答案不会有任何意外，一定是三星的 Galaxy A 系列机种，尤其是 A5X 系列，一直都是三星基本盘中的基本盘。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，但是外观我就只讲重点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今年 A 系列在外观上的看点还是用料，质感真的非常不错啊，尤其是我手上官方叫做苏打蓝的版本。用的是低饱和接近冷白的玻璃后盖，边框则是采用具有光泽感的法丝纹金属中框，后盖和中框的调色都非常漂亮。如果背盖再来个细腻的雾面磨砂，然后当成 S24 新色来卖，我觉得完全可以。反正宝宝蓝就是不败的经典色，质感和活力都兼具的一个颜色。对了，其实三星今年的 A55有出2种蓝色，除了我手上的宝宝蓝之外，还有一款官方叫做冰蓝莓。有些人会以为是黑色，但实际上它是比较深的海军蓝，搭配上深蓝色的金属中框，也不错看。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蓝色呢？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关于更多的新机讨论，也欢迎加入邦尼社团或是三星专属讨论区，一起参与更多新机话题吧。好，所以外观上的重点就是3个。第一，同样采用玻璃后盖，重点也不是随便的玻璃，而是康宁大猩猩玻璃。第二，这次换成了金属中框，一上手的质感提升非常有感，拿起来就能感受到金属上的扎实感。尤其是如果你刚好手边刚好有 A54，一比较起来，塑胶和金属真的是一上手就有差异啊。
不过我还是必须说 ，A55 这种平直的中框设计，在手感上就是不如圆弧收边。不过如果你是会用保护壳的话，那就完全没差了。第三，最后一个重点，这代同样拥有 IP67 的防尘防水，反正这个用料以中阶来说没有话说了。而在配置上，按键全部集中在右侧，小细节是三星加上了 Key Island 的新设计，简单来说就是按钮这一块会稍微凸起来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，但是对于盲操作来说，更容易找到按键的位置，会更好按。卡槽在机身底部，并且是越来越少见的3选2卡槽设计，也就是你可以选择装2张 SIM 卡，或是1张 SIM 卡再加上1张 microSD 扩充卡的设计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小地方，很多人在说 A55 跟 A54 相比，是不是变重了答案是的，没错。但是它不只是纯粹变重，而是有2个改变。第一个改变是前面有说过了 ，A55 从 A54 的塑胶边框换成了金属中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 A55 相比起 A54 变大只了。A54 是6.4寸的萤幕，而 A55 则是加大到了6.6寸，两只重量大概差了10克左右。实测 A55 是209克，不过这10克在手感上不会差到太多，萤幕变大反而是比较有感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的 A55 同样是采用线性马达，这个震动表现跟旗舰比，那自然是不用比的。但如果是跟一般还是用转子马达的中阶机相比 ，A55 的马达依旧是清脆利落，搭配上三星键盘的震动调教也很舒服。不过预设的强度有点过小，可以在设定中调大，或是你直接拉满也没问题。接着来看影音娱乐，我们从荧幕看起。这个边框我就不再念了，粗度大概就是 iPhone 14 Pro 同级粗边框。不过因为这一代荧幕拉大到 6.6 寸，所以以比例来说，这代在视觉上是没有这么明显的。但只是我就说三星，你真的有能力可以再缩，至少做个4边等宽都更舒服，对吧？不过相较起黑边，继续来看实际表现才是重点。在规格上 ，A55 采用了一块6.6寸 Full HD Plus 120Hz 的 Super AMOLED 欧极线全萤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块萤幕虽然不是 LTPO， 毕竟是中阶可以理解，但是三星一样有做了 120Hz 和 60Hz 两档，系统会自动切换调整，大声省电。这次的主要升级还是在萤幕亮度上，三星再度拉了 A55 的萤幕一大把，甚至达到超越很多旗舰机的程度了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在强光全拍画面下，最大亮度可以轻松超越官方宣称的1000尼特，达到1100尼特左右。三星的亮度标示还是比较可信的，不会有峰值标1500，结果全萤幕测出来只有800这种奇妙的事情发生。而在 HDR 峰值亮度部分 ，A55 非常猛啊！经过我们实测，峰值可以达到1984尼特，将近2000尼特的鬼神表现了，这真的比很多旗舰都还要猛啦！甚至在10%面积下都还有超越1800尼特，25%面积下也还有1500尼特的表现，非常顶。这块萤幕以中阶来说真的无憾。在色域色准上 ，Galaxy A5 与近期的三星旗舰相同，提供了鲜艳和自然2档色彩模式，并且从 Galaxy S24 开始，这个色彩设定的逻辑也有变动。简单来说，现在无论是自然还是鲜艳模式当中，系统都会自动对应色域标准。例如，你在看一般 sRGB 图片时，系统就会以 sRGB 色域显示；浏览 P3 网页时，就会自动对应 P3。不过这也要看 App 是否可以对应触发就是了。所以稍微整理一下2档的差异。在自然模式下，只要系统能够辨识，就会自动对应来源标准显示，以准确为取向。而鲜艳模式下，就是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色彩映射，把显色调得更加浓郁。概念讲完，应该已经有一半的人听懂了。那还没听懂的朋友，我举个实际的例子，你们就懂了。例如，你现在在看的是一张 sRGB 的图片，经过我们实测，在自然模式下的色域覆盖就会是 99.4%， 完美覆盖 sRGB 色域范围，并且实测 CCT Delta E 只有 1.68，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很准的意思。色彩准不准？那我们就要来看色彩平均 Delta E， 这个数值更是只有 1.15，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很准，小于1就是极其优秀的意思。1.15 是什么表现？大家应该就能感受了，并且最大 Delta E 也只有 2.85， 反正就是顶级表现，够准。所以如果你要求色准，那就选择自然模式准没错。另外我们也实测，在 P3 之下的平均 Delta E 也可以达到 1.78， 非常准。而如果你调整到鲜艳模式的话，它就会把色域覆盖往上撑爆，超过100%，
以 sRGB ratio 来说，就会从自然的 99% 往上来到 111% 的 sRGB ratio， 显色会来得更加鲜艳。CCT 也变成更加讨眼球的 7100K 冷白色。不过在鲜艳模式下，色准就会明显牺牲。CCT 丢台这时候来到 5.2， 色彩丢台来到 2.28， 最大丢台也来到 4.83。其实平均丢台 2.28 这个表现也还 OK 啦，但不到顶级的色准表现。当然啦，选择没有对错，遵循标准就是可以更贴近创作者希望你看到的画面，而选择鲜艳也可以，你看起来开心更重要。另外，在自然模式下就是遵循 D65 标准，所以荧幕在显示白色的时候就会有点偏暖的感觉，但这就是目前的标准没错，可以习惯一下。另外，我们也帮大家实测这块荧幕的原生色域，最高可以达到 99% 的 sRGB、92.7% 的 Adobe RGB， 以及 99.4% 的 DCI-P3 色域覆盖，色域表现也没问题。好，色域色准讲完啦。看在我们这里节目依旧是测好测满的份上，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此外，这块萤幕也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，开启之后指纹的位置也会永远显示，可以更快的对准位置解锁开启萤幕。接着我们就来看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效能。我们手上的 Galaxy A55 搭载的是三星新一代的 Exynos 1480处理器，采用的14奈米 LPP 的制程，并且这代标配的 RAM 也有提升哦，搭配的是 8GB 的 RAM， 储存空间则是有128和256两个版本可以选。目前市场价大概差1500，有预算直上即可。不过台版里面有 12GB 的版本，稍微有些可惜。在进跑分之前，我想先聊一下使用体验。这几个礼拜上手 A55 相较起 A54 最有感的还是系统流畅度上的提升。我去年就有说 A54 相较起过往的 A 系列，在流畅度上就已经提升了不少，但偶尔还是会突然卡个一下。而这几个礼拜用 A55，必须说这个 S lag 的频率明显又低了更多了。当然还是要说个前提，如果你很在意流畅度的话，请左转 S23、S24 都很顺，加点钱就可以带回家了。但是如果以万元中阶的表现来说，它在你快速操作之下，还是偶尔会卡，指纹动画可能还是会顿一下。但是三星 One UI 6.1 在 A55 上面的调校，日常用其实也够了。但为了避免是我们的集体错觉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一台上一代还停留在搭载 One UI 5.1 的 A54， 来跟 One UI 6.1 的 A55 对比。先来测 App 快速切换开启。没错啊，你看 A54 就是偶尔这样子卡一下，或是顿一下才开，但 A55 这边的频率已经很低了，几乎可以做到点了就开，点了就开。然后指纹辨识动画也是 ，A54 这边大部分时间都还 OK， 偶尔会有一种动画不顺的感觉。A55 这边大部分时间都还 OK， 你看这次它就有一点点，但频率低很多了。不过拉回来，这边说的不错，还是以中阶处理器来说啊，如果你是要跟旗舰比，那真的不用比。此外，作为三星的亲儿子 ，A55 的更新年限还是很大方，提供了44的大版本更新，一路可以更新到 Android 18，并且拥有5年的安全性更新。先不说用不用得到，万元手机给4+5年，真的可以说是诚意拉满了。然后三星一整套的自家软体，手表、耳机、平板都可以打通。又或是 Good Lock 一整套的支援，帮你把手机改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当然还有很香的 Galaxy Store 限时优惠。我相信会选择三星手机的朋友，从来都不是为了某个功能特别好而入手的，而是在整个 ecosystem 的叠加之下 ，A55 才会变成进入三星生态的亲民选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还是来看实际表现。CPU 效能先看到 Geekbench 5，单核部分拿下901分，多核3990分。相较起上一代的提升，来到单核 15.8%， 多核更是达到 22.5%。硬要说的话，这个表现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，都略高于 S20 Ultra 搭载的 Snapdragon 865，但低于 S21 Ultra 的888。而在 GPU 部分就是蛮特别的地方了。A55 搭载的 Exynos 1480是首款采用 AMD 和三星合作打造 GPU 的中阶处理器，采用的是 RDNA 2的架构。
型号是 Xclipse 530。实际表现上，我们先来测 SandyMark Wildlife， 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明显啊。A55拿下3917分，对比 A54提升来到了 40%。如果是对比一代神机 A52S， 也翻了超过 1.5 倍。这个提升虽然很大，但以目前 GPU 高速进化的前提来看，提升大，但其实也就是目前万元中阶机该有水准上的表现。不过有一点倒是让人有点意外啊，就是三星近期感觉有发力在跟游戏厂商的最佳化。大概2-3年前搭载 Exynos 处理器的机种，在手机发布的一开始都会有主流大作锁阵的问题，像是原神崩坏就会锁在最高30帧。但这2代 A54、A55 都是一上市就直接可以解锁60 FPS 的帧率。不是我要说啊，我前一阵子在测隔壁棚的 7S Gen 2，都已经上了一阵子，原神居然还被锁在30 FPS。这个白名单更新节奏有点慢啊。另外有一点我想特别讲一下，这代的 A55 居然同样支援了游戏期间暂停 PD 充电的功能，也就是俗称的旁路充电。开启后，系统就会直接由充电器供电，这样也可以降低电池的发热，影响效能。不过，究竟今年 Exynos 1480的实际表现如何呢？我们进入实战测试。帮你团队今年一样，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，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，并且都已经关闭了 QoS， 开启最大 FPS， 让效能放开来跑。并且这边也稍微教学一下，如果你很在意效能释放，可以在游戏加速器的设定中进入实验室，开启替代游戏效能管理，就可以解锁 QoS。另外，你也可以手动下载 Gulag 系列当中的 Thermal Guardian， 不过台版没有上，要另外下载 APK 安装。在这边就可以把温控再往上拉个2度，这个就直接拉2度没关系，因为 A 系列的温控机制保守啊，所以拉个2度也就是40度出头，其实也就是温温的，不会到真的很烫。PUBG 对 A55 来说也没什么压力，所以这次就直接进入到真正的效能测试软体原神。在原神璃月中画质当中游玩半个小时 ，A55 平均达到40.7帧，正反两面温度其实也不高，正面37.5度，背面39.2度，这个表现也比去年 A54 平均35.2帧提升了 15.6%。另外，如果大家好奇跟一代神机 A52S 对比的话，A52S 平均 FPS 为31.7帧，所以现在真的不用回头去想买旧机了，就是直上 A55 即可。另外，我们也加测原神须弥中画质半个小时，平均可以达到37.4帧，温度表现也没什么问题，正反两面都控制在40度左右。接着来测崩铁中画质，连续半个小时 ，A55 的表现非常不错，平均50.5帧，正反两面温度也都不高，都在正面39.8度，背面42.1度。如果再透过 Thermal Guardian 拉高2度，平均帧数可以略微提升到51.1帧。这时候温度表现也差不多，正反两面也就是40度上下。崩铁中画质平均达到50帧，这个表现还是令人比较意外的，效能释放还算不错。另外再补充一个实际体验，我们在原神测到第6次的时候 ，Galaxy A55 就有跳出这个高温提示，但实测机身也就是大概40度上下，所以这个警告也就是个提示而已，你可以直接关闭它即可，它不会强制关闭游戏，影响应该是不大。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它弹出来，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前面有教过的 Thermal Guardian 把温控调高2度，就没有再看过这个警告了。整体来说 ，Exynos 1480目前的表现就是稳定提升，无论是在理论或是实战中，都有超越 Exynos 1380大约 15% 左右的平均提升，能耗表现也相对可控。崩铁中画质半小时，平均大约 5.3 瓦左右，但是平均可以达到50帧，这个倒是有点惊喜啊。反正中阶处理器嘛，峰值效能就是摆在那里，也没什么机会出乱子。加上三星的保守调教 ，Galaxy A55 在高负载之下，顶多也就是40度上下的微热表现。不过相对的，这让 A55 的续航表现非常不错。在续航力部分 ，Galaxy A55 35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经过我们实测，在 Full HD 120Hz 模式下表现非常强，拿下11小时57分的成绩，对比 A54 提升了将近1个小时。这比先前的 A53 的10小时 ，A52S 的9小时都来得更长。这次 Exynos 1480在日常续航的表现真的不错。最后来看相机，前面不是一直有提到说这代的质感提升很多吗？
其实有一个细节功不可没，但好像很少人讲，那就是三星今年也帮 Galaxy A55 的镜头都做了黑化处理。你看以前 A54 的自拍镜头，它就是盖上一块透明玻璃，你可以直接看到灰色的镜头模组。而这代的 A55，三星就做了黑化处理，在一体性和质感上是肉眼可见的提升啊。而另外背面的3颗镜头也都有做黑化处理，并且三星也略微拉大了镜头的尺寸，让整个比例和机身更加协调。忍不住又聊了细节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少人提到的细节，就是今年 A55 虽然在规格上看起来好像跟 A54 差不多嘛，都是5000画素的主镜头搭配1200万的超广角，但是在感光元件上是全面更新的，包括主镜头从 A54 采用的 IMX766更换成全新一代的 IMX906感光元件。虽然同样是 1.56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，不过 IMX906的定位大概就是766、766V 的更新版本，规格上相近于部分高阶机种常见的 IMX890。而在超广角镜头上，则是从自家的 S5K3L6更换成了 IMX258， 自拍镜头也从自家的 GT2 换成了 IMX616， 在主要的镜头上全面换血。不过主要的升级就是主镜头，其他2颗都是正常的同规替换了。不过今年的 A55 在调教风格上跟去年的 A54 略有不同，在风景照上会更偏向 S23、S24 自然偏暖的调教风格，但在人像上反而下手变重了。但这一节目因为有点超时了，我就不再多讲，直接放2张让大家参考。另外我们也拉了万元价位带还是非常能打的 Pixel 7A 一起来对比。而在夜拍部分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颗超广角的细节，以及 A55 应该是有用上新的超广角 HDR 算法，在低光下的明暗对比明显比上一代有巨大的提升。另外是人像的部分 ，A55 也加入了人像夜景的功能，所以直接来看样装吧。A55 无论是在脸部细节，又或是衣服上的织物细节，明显比 A54 还有 Pixel 7A 都来得更好。这个功能在中阶上非常少见，并且靠着人像夜景 ，A55 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夜拍人像细节最强的中阶机种。而在各种的附加功能上，像是拥有峰值对焦的专业影片模式、拍照的专业模式，这些先前锁在旗舰机种的功能，现在 A55 也都能用到，并且这代也新增了双镜头录影。还有，这个真的超棒 ，Camera Assistant， 没错 ，Camera Assistant 现在也可以在 A55 上使用了。不过这个选项当然没有旗舰那么多啦，就是只有几个选项。透过三星应用商店下载之后，你可以看到相片柔化。如果你觉得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锐化太重，那就可以把柔化调整到中。另外，三星这代改成了快门优先的策略，让你感觉拍照更加跟手。但是如果你更在意一定要先对到焦再拍摄，那就可以开启对焦优先这个选项了。而在录影表现上 ，A55 最高支援 4K30， 并且引入了进阶的 VDIS 防手震算法。这边提供一组简单的样片让大家参考。
同时 A54 也同样支援超稳定动态摄影，开启这个选项就能启用。不过在这个模式下，最高只有 Full HD 30，虽然在效果上一样很稳，但是要注意哦，这个模式下用的是超广角镜头拍摄的，只有在室外大太阳、天气好的时候才开启使用，室内或者是阴天，请不要使用这个模式拍摄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 A55 并不是 Galaxy AI 的一员，但是也支援基础的物件橡皮擦，这个非常好用。例如你去景点拍照，旁边有路人，你就可以透过物件橡皮擦把它圈起来移除。又或者是你去动物园，结果玻璃上全都是反射，那你就可以透过清除反射的功能，消除玻璃上的反射。这个功能非常好用，效果也很不错。这边提供一组实际样张让大家参考。另外 ，A55 同样支援按压选取图片的功能，可以快速去背，并且可以按一下这个文字的 icon， 就可以把照片里面的文字 copy 出来。最后看到一些系统细节，充电部分 ，A55 同样支援最高20瓦的有线充电，实测半小时充了50%，1个小时91%，最后10%会进入到超慢速充电保护电池，总共花费1小时21分完整充满。不过1个小时91%也还可以。生物安全辨识上 ，A55 采用白光光学指纹辨识，速度没有旗舰用的超声波快，但好处是不会受到玻璃保护贴的厚度影响，一般亮面保护贴都通用。此外，这一代也支援脸部辨识。而在通讯部分，台版同样支援 5G， 并且支援 Samsung Wallet 以及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Wallet 悠游卡功能。而在音效上 ，A55 同样拥有双喇叭，同样支援 Dolby Atmos。以下帮你也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